Hi everyone， 我是 Ko 老师。你今天 App 了吗？你开始 Programming 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学 App 程式设计吗？各位眼尖的伙伴一定发现了，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的朋友。那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影片非常荣幸邀请到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人文社会学院的翟本瑞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要学 Programming 这件事。大家好，是院长好。那首先我想问一下，逢甲大学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全面性的推动程式设计这件事呢？其实面对 AI 时代来临，程式设计已经变成现代人基本的素养。很多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里面，都把程式设计当作是国家竞争力。所以欧美社会里面，现在很多从小学就开始学程式设计。那逢甲大学为了学生未来竞争力，李校长在好多年前就思索怎么样把程式设计纳入到全校共同需要的基本的素养。所以我们大概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全校全面的推动。那在2016年经过了1年的实验，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模组、试教、教材的编撰，总算在2016年全面的推出APP 程式设计的课程。是，那再请教一下院长，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会推在大一新生呢？最主要就是大一同学进来对知识的渴求，然后如果能够及早让他们知道程式设计，他们可以在2、3、4年级用同样的思维、同样的逻辑彼此沟通，做出比较多的创意，然后也能够把程式设计更深化。是，那再来就是各位同学最想知道的问题啦，为什么我们要学 Apps Programming 呢？好，我们拿出手机，里面有无数的Apps， 每个人用的都非常高兴。所以程式设计虽然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学问，但是 APP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所以 APP 是每一个人都熟悉、都习惯的。如果我们从 APP 入门的话，第一个我们能够让学生了解基本的程式设计的逻辑模组，第二个可以让同学知道它的具体的实用性。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为同学规划1个学分的 APP 程式设计，让我们同学在大一的时候知道程式设计的基本的逻辑、基本的术语。所以全校所有的同学，他不一定是资讯专业，可是他知道这个逻辑、这个术语，以便于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把各种不同东西，可以用同样的思维逻辑跟其他同学沟通。所以这1个学分的 APP 程式设计，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同学沟通表达，而且更重要的，能够在这个基础下团队合作，了解整个程式设计的精神。是，那再请教一下院长，逢甲大学对于这个 App Programming 的课程有什么期待吗？好，首先一个好的 Apps， 一个好的程式，不会是只是一个懂得程式设计的人就把它写完了。它最重要的是，它要界面美观，而且要懂得使用者需求、使用者心理。那更重要的，还要有商业的模式。这样的一个程式才是最好的程式。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同学都要懂得程式设计。但是至于专精的话，留给少数专业人。因此逢甲大学在开始规划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100%的同学懂得程式设计，知道程式设计原理，知道程式设计的应用。第二个是20%的同学能够更进一步的专精，然后但是到1%到5%的是非常卓越，甚至能够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所以为了从100%到5%，我们设计了系列不同的课程，让同学在这里面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能够整合。而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利用 APP 程式设计入门，培养自己对于程式设计的兴趣、能力以及跟别人沟通表达、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谢谢院长。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翟院长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学程式设计这件事情。各位同学，相信您看完影片之后，对于为什么要学 Programming 更清楚了吧？所以赶快回家 Happy Programming 吧！